谭继天，下次如果要自杀的话，我劝你把手机扔了，行吗？省得我们找到你。你说什么呢？我就这么说吧，我不是来救你的，是因为你有杀吉拉宇的嫌疑，所以我是来讯问你的。吉拉宇，房东死了？你说什么？这前后不到1天，就死了2个人。你住的那房子肯定有问题。不是房子有问题，一定是我的问题。和我在一起的人都会被我害死，是我的问题。谭解天，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吧？你要是真这么有本事的话，那得有多少组织来请你啊？要不你害我试试？你就不能严肃点吗？我很严肃呀。要不这样，反正你现在也没有地方住了，你就住我家。3个月之内，如果你真的能害死我这堂堂的泰国皇家警察，算你有本事。怎么样？你是认真的？我一直都很认真。那现在也就只能这样了。又不是让他住你的，你害他试试？不行，我们有纪律。那就别废话了。哦，对了，住我家呢也不能白住，得有个条件。什么条件？给我做好吃的，我爱吃中餐。只要你在家，就得给我做。没问题，我有时间我去做。好呀，那顺便也教我中文吧。满足这个2个条件，房租全免。没问题。deal。君子一言。快马加鞭。这驷马难追。我知道，我开玩笑。你们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吗？还真不能。从现在开始，你得24小时都跟我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最近死的人有点多。哎，先出去，出去。警长，大家都等半天了。你先去忙，等你开通报会呢，正事。我这也是正事儿啊。我跟他，我看我跟他在一起，到底什么时候会死？是不是真的会死？哎，警长，不要孩子气好吗？人命关天呐！你先去忙吧，人命关天的。那可不行，我要是走了，你又去跳楼怎么办？也是人命关天啊！你别闹了行吗？都等着他开会呢。你房东死了，但我们还要破案呢。你不要对他喊嘛！那我对你喊啊，警长，你这是不务正业，浪费大家的时间。而且他现在还是嫌疑人的身份，这样传出去，你让局长怎么看你？还有兄弟们，让他们怎么看你？你别对他喊了。你去哪儿？我跟着你。开会。从街道的监控画面来看，刘小雨看到来车的反应
确实有些奇怪，有点从容赴死的味道。这个可以理解。师兄死了之后，我心里也巴不得有辆车可以撞死我。我懂景天的感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师兄就一定是自杀。毕竟这种自杀的方式和庄大运差不多，他怎么会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碰到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司机呢？而且还是在我们面前。除非我明白你的意思，交警方面也委托了我们这一组，我们也已经在排查了这个肇事司机的社会关系，他和刘小雨完全没有任何交集。目前交警也确认，这确实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我没有说师兄是自杀，我刚才说的意思是，我宁愿相信他是自杀，我也无法相信他会因为租房子的事情用蚂蚁去杀害吉拉宇先生。就算刘小雨不是自杀，是意外，也不代表他不会杀吉拉宇。毕竟马里克帕须臾就是他的，总不会是你用他的蚂蚁杀人吧？如果是我用蚂蚁来杀人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告诉你是用蚂蚁杀的人呢？所以我才说是刘杀的人。你不能因为他已经死了，他不能说话了，就这样随便怀疑他吧？我是警察，这是我的工作，合理推测。我再说一遍，师兄他不会杀人。你说了不算，你说的也不算，但我可以把你抓起来。那只能说明你是一个无聊并且无能的人。不是，你俩能不能都别说了？今天，你说刘小雨她的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她有时候也会催吐自己，会不会是因为她跟吉拉雨之间有你不了解的冲突？毕竟你也才刚来。我和师兄有聊过一次，他倒是没有和我说他和吉拉雨之间发生过什么，可能更多的是专业上的压力吧。什么意思？师兄，他本来是宋教授的研究生，一直在研究昆虫杆状病毒重组的方向。宋教授死了之后，师兄就继续跟随着唐教授研究这个方向。但我这次来了才发现，师兄从灵翅目转移到了墨翅目。等等，什么魔翅目？这词我怎么没有听过？你应该还有印象吧？唐教授一直非常想让师兄继续陪他研究灵翅目，但师兄一直都很抗拒。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上一次我们一起吃饭。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但我确实不太理解，只不过是改个研究方向，就那么痛苦吗？甚至会自杀？我觉得这确实有一点。算了，当我没说。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从来没有说过师兄会自杀，我一直说的都是师兄他很痛苦。可是，就算他们有心结，之前他们是师兄弟，现在他们是亲导师和亲学生，就不能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吗？我昨天晚上去找了唐教授，和他说了师兄的情况，所以唐教授才决定今天中午大家一起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去宋教授的追思会，这样大家可以静下来好好聊一下。可是，警长，哇，刚刚又接到一起失踪人口的报案，失踪者为女性，30岁左右，大概20天前与报案人失去联系。联系恒记兄弟了吗？还没有，要不咱们先过去看看情况，反正地址已经拿到了。你在说什么？我叫你去就去啊！要不还是看完现场再通知他们。废什么话？之前几次报案都兴师动众的，最后又不了了之。他们是不敢对你怎么样，我就惨了。
你的意思是，他们欺负你啊？要是欺负倒还好了，他们都不理我。可以呀。你现在马上给我去通知恒基兄弟，他们要是谁敢不去，你就来告诉我，我去收拾他们。好。今天，你也跟我去一趟。我，他凭什么去啊？就凭这个。鉴于谭景天先生在乔普拉案和这次吉拉雨案侦破过程中的优秀表现，经我本人郑重推荐，我局特聘请谭景天先生为我局专属昆虫学专家顾问，可随时参与我局刑侦人员现场勘查及其他相关刑侦工作，协助办案。去吧，今天。说好这3个月，24小时都要待在一起。金莲，我在现场找到什么生物信息，第一时间联系你。好，我这就回实验室。走吧。哎，等一下，我想请求你们件事情。师兄的父母今晚会到曼谷，你们能不能暂时先不要盘问他们，包括你们觉得师兄杀人的怀疑？为什么？他们有义务。可以吗？放心吧。谢谢。走吧。你好，我叫纳塔奈，是这里的社区警察。哦，对了，是这位老人报的案。老先生您好。你好，您的房客是个女生，对，她叫素攀，多大了？应该是31岁。您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上次见面还是半年前，来收房租的时候。我没有她的手机号码，平时我和她一直就用我房子里的座机联系。我和她最后一次通话呢，应该是在20天前。她来电话问我煤气管道的事情。后来我给她打过2次电话都没人接。今天我来收房租，发现屋子里都积满了灰了，我担心她出什么事，就报了警。那她是做什么职业的？她是纹身师，好像是蝴蝶什么的，纹得特别好。可以了，警长。好的，跟老人家要一下这个素攀的身份证信息。好。走吧。这是个爱干净的姑娘。是啊，但就是苦了痕迹的兄弟们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里可能有很多痕迹都是被这姑娘自己给擦拭掉的。怎么样？我说了应该来的。这些纹身照片，居然全部都是蝴蝶的图案。看来这个姑娘果然像房东说的，最擅长的是纹各种蝴蝶。对。不过这些图片上的蝴蝶似乎都有一些错误，
也不能说是错误吧，就是与真实的蝴蝶会有一些小出入。拜托，人家是纹身师，在搞创作，又不是昆虫学研究生。倒也是，不过这些图案确实很精致，也很漂亮。让痕迹的兄弟们把这些照片都带回去，再看看房间里能不能找到客户登记簿之类的东西。要把每一个来过这里纹身的人都比对出来。是。警长，这里也有一张纹身的照片。这照片也太丑了，你看我刺的都比他好看。这个纹的确实是不太好看，但还真的只有这个图案上的样子与真实的昆虫是一样的。这是什么蝴蝶？这不是蝴蝶，这不是蝴蝶，对，这是一种蛾子，叫马岛长喙天蛾。那这马岛长喙天蛾有什么特别的吗？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上，有一种植物叫大喙腥风兰，它长着长达20公分左右的花距，就长这样。这个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距，它的花粉呢就都藏在这个里边。这种蛾子呢只吸食这种植物的花蜜，为它传播花粉，而这种植物的花粉呢也只能由这种蛾子来传播。这个怎么形容呢？就像我们汉语中有一句俗语，叫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牢固的关系呢，很适合来形容忠贞不渝的爱情。你还真是个宝藏男孩。这个纹身呢，确实是纹得很丑，但它也确实纹了真实的这种蛾子的样子，没有进行2度创作。所以我怀疑这个纹身很有可能不是这位女纹身师纹的，很可能是别人纹着玩的。兄弟，这张照片在哪发现的？警长，就在镜子边上夹着，放在这里。姑娘每次化妆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了，对吧？这个图案又是关于忠贞不渝的爱情，有意思了。警长，这个长长的须子，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哇哦，在你泡过的哪个姑娘身上呗？这里吗？这里？这里啊？还是这里？我说实话，在我接触过的这么多姑娘里，还真没遇到过这么博学和这么深情的。是吗？警长，你看，你是不是也觉得这很熟悉啊？这有什么好觉得？这尸体上吗？纹身拍出来的照片不都是这样吗？警长，拍下来发给精灵，让他马上和女尸身上的纹身进行比对。看来你也是个宝藏男孩嘛？啊？我本来就是。真的真的。谢谢啊。警长，你还真相信会有一个每隔15年杀一个人的连环凶手啊？万一呢？同样是女性，同样是虐待，同样是活活烧死。那个中国人景天呢？反正我觉得他不太能相信，不能轻易放过他。你仔细想想，一座房子一共3个人，死了2个，就剩他1个人活着，而在死者那里，又只有他的脚印和指纹。尤其是他又那么懂昆虫。人家不是都说了他很懂昆虫？他要是不懂昆虫，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吉拉羽是被人设计谋杀的。
他谋杀完的人又帮我们破了案，有这样的杀人凶手吗？那万一有呢？警长，乔普拉还又杀人又报案的呢。那动机呢？他有什么动机？报复啊！刘和吉拉宇吵了一架，景天和刘一冲动就设计杀死了吉拉宇。景天自己都说了，他说过他和刘都患有心理疾病，冲动杀人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我再重申一遍我的立场，我相信谭景天，他只是一个留学生而已，人家并没有义务帮助我们警察破案。难道他3番5次的帮我们破案，就是为了暴露给我们他就是凶手吗？但是，你这样的立场就很轻率。警长，咱们刚刚因为乔普拉案的大意被处分了，你都被罚了1年的工钱了。他有本事就罚我10年的，我破案又不只是为了工钱。是，你是富家少爷，你不稀罕这点工钱，你无所谓。但是，那声誉呢？你最看重的警察的声誉呢？你不管了？就是为了我的声誉，为了警察的声誉，我才相信他。乔普拉案要是没有谭景天的话，你和我就不仅仅是被罚工钱了，也许警服都被扒了。做人呢，一定要懂得感恩，对吗？警长，这是两码事。破案要讲证据，在没有证据之前，我保留对谭景天的怀疑，这就是我的立场。那我就等你的证据，好吗？不是，你搞错了吧？这活不应该是你干的吗？干活！好，我知道了，让他们进来吧。得，去把景天的照片摘下来。为什么？我让你摘，你就给我摘下来呀。那行。来了。那地址我发给你们了，找不到的话打电话给我吧。谢谢你收留景天，不然的话他就真的无家可归了。说好的，给我做饭，教我中文。嗯。哦，对了，景天明天回国，他那些个人物品，你要回国？不行，你现在是嫌疑人身份，哪都不能去。你还是在怀疑我？没错，你给吉拉宇那瓶香水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香水，而是一瓶纯纯的果汁，招蚂蚁的果汁。果汁？对，因为那里面没有酒精。自制香水的工艺要求并没有那么严格，完全是根据个人的喜好，这应该就是巧合。巧合？那些蚂蚁明明在刘房间的培养皿里待得好好的，如果没有人有意为之，他们会凑巧成群的跑到楼上。当然，这是有人故意而为之的，要不然怎么叫谋杀呢？而且我已经说过了，吸引蚂蚁的是德克萨斯角蜥，根本不是什么香水。吉拉宇的房间里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就是说，整个房子里就只有你们3个人的痕迹。没有外人进来的痕迹，就代表真的没有人进来过吗？不排除有这个可能，但也有就是你的可能。所以作为本案的嫌疑人之一，你哪儿也不能去。而且我现在有权利把你关起来，如果之后证明你是无辜的，我们自然会把你给放了。你要干嘛？哎，德，你先听我说，你需要冷静，收起来。来，过来。德，
我们来分析分析啊。你觉得这个案子的凶手有几种可能性？我们都写出来。开始吧。A， 谭是凶手。B， 刘是凶手。C， 谭与刘合谋。完了吗？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他们俩都不是凶手。D， 凶手另有其人。写上去。写完了吗？得，你好好听着，我就是相信景天，但是我没那么了解刘小雨，所以不妨先放在这里。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熟人。生人，熟人，我是觉得有可能哎。你们看一下这个，这所房子的四周相对空旷，街道上也没有装监控，所以说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来过这里，只要没被看到，就跟没出现一样。所以我们无法排除没有别人来过吉拉雨家的可能性，对吗，德？可是并没有外人来过的痕迹。当然，来的人可以消除自己的痕迹。当晚景天回来之后，就在房间里戴着耳机睡着了，所以说他肯定是不知道，更没见到有人来过。师兄每晚11点都会服用右佐皮克隆，也可能那天没吃啊。当然，也不排除你说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一，刘小雨的熟人；二，吉拉雨的熟人；三，刘小雨和吉拉雨共同的熟人。好了，那么除了 B， 这才是更需要下功夫的地方。我同意。我和师兄的房间都是不上锁的，晚上睡觉也不会锁起来，所以即便是有外人进去来调动蚂蚁的话，同样也很方便。只要他进到这所房子里，并且不被我师兄还有吉拉雨先生发现就可以。是的，考虑到凶手事先经过了精心设计，用马里科帕须蚁和德科萨斯角蜥这神奇的组合来杀人，那他一定是事先知道了刘小雨的房间里有马里科帕须蚁，并且他也知道他有不锁门的习惯。还有，德，你不用瞪我。我没排除是刘小雨做的案，我们现在是在探讨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同时，我们的痕迹兄弟也说了，这个房子的门窗没有外人侵入过的痕迹，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大摇大摆的从正门里进去的。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是吉拉宇或是刘小雨他们亲自接待他进去的。凶手在做完案子之后，收拾好自己的痕迹，又大摇大摆地从正门里走了出去。但现在刘小雨跟吉拉宇他们都死了，啥也问不着了。熟人作案？是的，也有可能是熟人指使。我已经派人去排查吉拉宇他全部的社会关系，包括之前在外地的。今天，你可以想一下刘小雨他身边的社交圈吗？这或者能够给到我们一些线索。师兄他在中国的社交圈我并不了解，但是在这里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我、金陵，还有唐教授和李国姐。那唐教授他有可能知道你和刘小雨从来都不锁门吗？这个我倒是没有跟他提过这方面。至于师兄有没有说过，我就不清楚了。可问题是，如果你们怀疑是唐教授杀的吉拉宇，那比你们怀疑师兄去杀吉拉宇那就更荒唐了。至少师兄和吉拉宇吵过一架，可唐教授跟吉拉宇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昆虫学教授，为什么要这样费尽心机，而且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杀害一个跟他八竿子打不到的一个普通的泰国人？这没有道理啊！是啊，据景天的了解，唐教授和师兄之间倒是有矛盾，师兄和吉拉宇之间也算是有矛盾，但是唐教授和吉拉宇之间，真是完全无法想象有什么矛盾啊。不过我们还是要跟他接触一下。哦，明天他和李国姐和我们一起回国。他们也要回国？嗯，他们的一个科研项目落地了，要在国内开新闻发布会，还要给国内的一位教授的雕像做落成揭幕。那你给我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好吗？我觉得还是要联系一下。发过去。OK， 我收到了。那你们先回去吧。不过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你们可能要帮我收拾一下。那景天的那些个人物品，他的那些个人物品如果都没什么问题的话，你们都可以拿走了。但是关于刘小雨的东西还在排查当中，可能要你跟他们的父母说一下，到时候排查完了，我们会给他们寄过去。嗯，没关系，反正我过几天就回来，回来再寄也一样。好的，卡在，你带景天先生去取一下他的个人物品吧。好的。嗯，那我就先不送你们了，那我们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我会帮你找到真正的凶手。是帮你自己。谢谢。他为什么要住你家？怎么，你又不是没住过？好了，让他住在我家，至少有一个好处嘛。如果我也死了，你就可以抓他了。没人啊。OK， 我把唐大德的号码发给你了，你去查查这个号码当晚是否和吉拉宇或者刘小雨联系过，还有，抓紧落实吉拉宇那边的社会关系情况。我来联系这个唐教授，到时咱俩一起去拜访他一下。你有在听吗？ไม่ใช่แค่เธอไม่ใช่แค่เขา
知道你的心情，但你也要理解德啊。虽然刘他已经死了，但从各方面来看，目前他是最有嫌疑的一个人选。既有作案手段，作案时间，他和吉拉宇之间也有矛盾，尤其是作案工具是他的。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奇怪。别说，我也有这种感觉。如果非要在这个范围让我选一个的话，我会选唐教授，也许还有他的夫人。不可能，那不就更奇怪了？你先听我说完。从作案的方式来说，他虽然不是搞蚂蚁专业的，但他毕竟是个昆虫学的教授，掌握这种杀人的手段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困难。从作案的时间来说，现在唯一能提供他不在场证据的就是他夫人，但基本不足以采信。他和刘又是师生关系，他应该很了解平时刘的一些生活习惯。他跟吉拉宇算是熟人，如果在夜里他大摇大摆地去找吉拉宇，我觉得吉拉宇也未必会起太大的戒心。当然了，这些也只是我的推测而已。我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不让人家回国。但现在实在让我想不通的是，他为什么要杀吉拉宇？就像德说的，一个堂堂的昆虫学教授，为什么要杀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吉拉宇？就是啊，我就是这么想。世事难料，你说这师徒两人同样是出趟国回来，一个是荣归故里，整了一个几个亿大项目，啊，名利双收，直达人生巅峰。那另一个呢，横死在异国他乡，小命弄没了吧，这还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你到哪儿说理去？我是山东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记者。这次0919号农药的专利通过呢，意味着您发现的昆虫冠状病毒重组实验方法呢，已经获得国家的正式承认。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整个研发的过程吗？根据宋教授的发现制造的生物杀虫剂，可以完成在灵翅目之间的快速复制，而且不会伤害哺乳动物，既有效又安全。可是这样下去的话，全世界的蝴蝶，就各式各样美丽的蝴蝶，我们就都再也看不见了。收了啊，舌头也收了。中国话忘了？没有，没有。你从刚才上车到现在，你跟我一句话都没有。你一看你在那边就不想我。嗯，这个是真的。你行啊，你真行，你回来就气我啊！那你想金陵吗？废话，当然想了。你想你不给人发个信息报个平安，你从这下飞机多长时间了你？哎呦，我这一天天啊操不完的心啊，我这是。啊，对了，你这回来打算住哪儿啊？住师兄家，嗯，顺便可以帮他们处理师兄的后事，然后可以陪陪他们。行。那你有啥需要帮忙的啊？你就随时招呼哥几个，啊，嗯。哎，如队，啊，人接上了，小唐那个送那个刘小雨父母先回去。好嘞，行，那一会儿见啊。这个如队是谁啊？别问了，现场给你介绍。